嗨，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魔方的這套計算王終於也是迎來了它的合體篇。腿部和鑽探機結合的時候，我們先拆開一邊，打開這一塊的蓋子，胸口張開一些，順着左右夾合的扣子，把這一塊的膝蓋給它鎖住，再用前方的面板2次加固。光速我們需要卸開尾翼這一塊的鎖扣位置，胳膊左右掰開一點縫隙。這條腿是多段的維度結合，首先上下這裡的插樁跟中間鎖定，然後用2條胳膊把左右這2塊再夾起來，2個維度搭住了，前方這一塊尾翼放下來，車頂再鎖住。其實現在已經很結實了。腿部立起來之後，後腿的這塊板子上方還有一個插扣，再跟這一塊的膝蓋零件進行結合，所以膝蓋、腰部和腳踝3處的扣子形成了一個整體，夾的就更加結實了。主體部分我們掀開後方的蓋子和頭頂的位置，這裡邊的4處插點、凹槽、凸起的樁子這2塊，對應機關炮襠部的這2塊和肩膀的這2個插槽完全套進去，同時鎖定。變形到位的話，這些扣子對的都是非常準的，沒有問題。上方這塊扣合下來的時候，又有2個凸起，對應腳底的2個引擎口。背包插合2個豎起來的小翅膀，這裡有2個停放的凹槽，左右的扣點對應翅膀上邊這2塊。整個的身體是3個方向轉着圈的包裹鎖下來，就更加結實了。鋼邊插入肩膀這裡變形好的滑槽，給它插進去。下方這裡腋下又有2個扣子，對應身體鎖上。2個白色鈎子對應烙鐵胸口的位置，給它扣進去。尖頭夾合過來，上方這裡還有一個鎖扣，90度給它插住。於是魔方的這套計算王合體完成，整個看起來的樣子還是非常棒的，環環相扣的鎖定讓整個的穩定性、一體性都特別的不錯。而且也是因為大褲衩和大肚兜的存在，所以美型這一塊有了重新的修正，对於動畫片裡邊的還原度也是更上了一層樓。但作為一款合體金剛，主體只作為核心戰機的部分，多多少少還是讓人覺得有一些不甘心。但如果你想象一下，要按正常的比例，肯定機關炮会非常的大，一大拖4小的結構，在美型這一塊把握的還原度方面又不能像動畫片裡邊那樣盡善盡美，所以這個也是現在官方也好，第三方也好，很難做到組合金剛的一個取捨點。所以可以看到，如今的合體时代，不論是官方還是第三方，大比例还是小比例，都是以還原為主要目的，所以做了很多的配件。要說還原度，我們還是要對比動畫片裡邊的造型，但是呢，机械動畫裡邊的計算王也算是後期的角色了，相當於是汽車人這邊的最後一套組合金剛，那個叫雷電的給咱插出去。而且尤其到了動畫後期啊，這些外包公司啊，可能成本給的不夠吧，所以呢，作畫崩壞的這些比例問題啊，也是在尤其到了第3季開始啊，第4季那個就太不像話了。到了計算王這一塊，你可以看到，其實它就是純照着G1的玩具去複刻到動畫片裡邊的樣子，所以會顯得特別的短腿粗壯。魔方的這一套，其實多多少少也是在單體以及最後組合形態的人形上面都做了一些拉長的美化修正，更符合現在的审美。相对来說，看的身材比例還比動畫片裡邊要好一些，但是也能感受到全身的這種元素搭配下来的效果，对于动画片的致敬程度也是做得相当棒的。尤其轉到後背來看，其實這個計算王，你要看後背就更不講理了。你發現沒有，這一塊的背包是誰？它是光速的頂蓋。你想象一下，當時做動畫的有多不靠譜。你要說真愛還原G1玩具，這一塊折上來應該是機關炮的那個大炮筒子吧？怎麼給你把光速的頂蓋放在這兒了呢？所以這可能也是魔方這一次用了大肚兜大褲衩合體的一個很好的契合點，就是它可以把背包的這一塊纯做成還原的光速頂蓋，但是腿肚子的這些造型零件也是很不講理的，所以也是用配件加了2個腿肚子的造型上去，和動畫片裡邊的還原度更加的貼近了，也讓側面看起來這個腿不會顯得特別單薄。在關節的可動性上邊，自然已經用到了這些大褲衩大肚兜的配件合體了，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支撐的穩定性也是相當棒的。作為汽車人最後一套組合金剛，尤
其是算力的代表啊。计算王代表的就是智慧的结晶，畢竟人家有血统在那儿嘛。除了聪明的钢索，还有爺爺辈的千斤頂，也是汽车人这边的智慧代表。本次魔方的计算王除了合体的表现非常不錯之外，这一套最大的亮点还是在5个单体人形的变形结構上边，属于是又有了新的突破以及从新的一种结構转换，来让每个成员的变形都非常好玩。合体完成到头顶的总高度在25.5公分左右，要是算上钢边的肩炮，大概在26公分左右。8大金刚新添一组，那下一套組合金刚還會遠嗎？大家覺得這一次魔方的計算王這一套組合做得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那麼魔方計算王完結，撒花。